这是植物界中的臭豆腐，除开云南人，我估计99%的省外朋友都没有吃过。这是我自驾旅行来到云南红河州的路上，来到屏边的一个乡镇集市，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火车集市。为了亲眼目睹这个画面，我连夜驱车来到白河镇，就为了记录下火车经过集市的那一刻。因为这个机缘巧合，我在集市上遇到了这位壮族阿姐，因为她的出现，让我彻底爱上了这座边境小城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铁轨了吗？一会儿铁轨之上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摆摊儿，那个火车会从这个摆摊的中间经过，那个画面看起来非常具有烟火气息啊！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画面。我呢是昨天晚上就提前赶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赶集嘛，咱们要起个大早，对不对？那个火车呢也是不定时的从这儿经过。现在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呢出发，因为那个火车经过的地方还在前边，咱们去瞧一瞧这个新奇的一幕。由于赶集咱们就没有办法把安妮波妞带过来这个集市呢，它在这边有好几条街道，然后呢一直往上走，走上来之后呢，在这边呢这个街道走上去，就到那个轨道那里接轨了。整个集市长达1公里左右。都说云南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线开始的他们这边赶集呢，就会有很多人直接来吃米线老板炒的这个是什么呀？鳝鱼米线，哇，闻着好香嘿嘿嘿，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我去，这个鸡哥把你当宠物养了，看来你福气好投胎投得好，小子。哟，他还想越狱，你看到没有？哟，他把那里都啄成那样了。走吧。由于这2天这个天气阴晴不定的所以这个农贸集市上的人有点少了哇，这里好多药材这个是什么药材？长成这个样子。这里也有很多。他们这边山货特别多每逢周一会迎来白河镇的火车集市，火车经过的时间并非固定的。为了记录下这个画面，我提前赶到了镇上。从屏边县城到白河镇长达20多公里的下坡，行进在峡谷之中，沿途的小村庄在云海中，一半笼罩在迷雾里，一半是艳阳高照。这短短的几十公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屏边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县城。我们现在呢，正式来到了这个铁路集市你看他们就在这个铁路两边摆摊，看到没有？很多游客他们会来到这个地方拍摄，是因为这个轨道它是唯一在运行且摆着集市在这两边的。昆明也有，但是昆明那个轨道已经没有用了哇，已经有菌子啦！那是敲粑粑菌。敲粑粑菌可以用手摸吗？可以。敲粑粑菌。敲粑粑菌。这个咋卖的，老板？45。闻着香香的。香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菌子，在云南才有。城里也见不到。不是城里，我贵州的。是你贵州的可不是你的工作。这里还有鱼哇塞，这个小鱼。那个是活鱼我知道。哇天，50一斤。是贵州也没有吃。这个又是什么菜那个是苦巴沟。苦巴沟，哇，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圈圈，这个又是啥？这边好多奇特的，这个是我第一次见鱼，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这个不会是菌子吧？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小鱼。那是小毛鱼。小毛鱼。这个好吃。昨天弄的吗？早上一吃住他就拿来了。这样子小狗睡着了，小狗。哎呀，你翻白眼了，小狗。这里也有鸡哥，是不是土鸡就知道了，看那个角角。多少钱一斤？24。这里还有2只修狗。哎呀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长得像狐狸这狗狗。大哥，你拿着这个狗看了好久了，是不是很喜欢它？喜欢它就买吧。年轻研究一下。它夹尾巴不？挑狗狗的时候把狗狗拉起来，看它夹不夹尾巴它抖不抖身体，不抖的话就说明胆子比较大。这边也有好多鸡哥狗狗。哎呦，这个狗狗的品相很好嘞，田园犬，小狗。这个品相看着不错，有点像广西的那个猎犬。这个颜色，哟，不好意思把你吓着了。这个狗狗你卖的话是多少钱600多。
这个品种叫什么呀？广西土地，广西土地哦，我就说没错，我没猜错。这个卖得起价格的公狗是卖到了2000多，可以卖到2800，还有一种白色的可以卖3000多。3000多，夏思犬是吧？啊，下次见。贵州的，哎，哈哈，我知道。杰哥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周老板生意兴隆，谢谢你啊。转过头来就看到了卖蜂蜜的啊，它这个蜂蜜多少钱一斤啊150块。这是白花蜜吧？它不是叫什么蜜？它野生哎，野生的。野生的。什么花都采，叫白花蜜。赶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，因为在这样的烟火生活中，总能找到生活最本真的地方。你可以看见为了生活很早就挑着东西来赶集的人们。当你吃的一块点心就超过100块时，却能在集市里买到够吃几天的农家菜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简单朴素的生活也能获得内心的富足。沿着这个轨道往前走啊，我看看都有些什么新鲜的货、新奇的货，然后我就买一点啊。这个毛辣滚小番茄见到了买，为什么？土生土长的，买回去炒西红柿蛋汤，做西红柿蛋汤非常好吃。各种各样的，他们这边少数民族也有好几种啊。如果是大晴天的话，人会更多。它这边都会摆设摊位哦，火车经过的时候，呼隆呼隆呼隆的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我今天换了一身衣服，不像电工了吧？嘿嘿嘿，非常的休闲、帅气、时尚啊！哎，苦瓜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苦瓜，你们看一下，好可爱的苦瓜，真的，苦瓜宝宝吧？这是？本地的。平边也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地方。其实，在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城，也有著名的妃子笑荔枝。此时也正是吃平边妃子笑的时节。就在县城离白河镇的中途，还有一个云海小村，这里是云南第一个种妃子笑的村庄。我买了3斤2两的荔枝，花了22元，不知道合不合理啊？这个价格。还有新鲜的糯玉米，2元1斤，吃起来也是相当美味，真的很有生活的味道。嘿，这姐姐挑的这个鸡，哇塞！全是土鸡啊！它这个，我们追上去问问，姐姐，你挑的这个土鸡吗？这个土鸡多少钱一斤啊？你们这边卖的？20多块。哦，谢谢你哦。你看这个轨道，还有这两边的房屋，还有那个配色，看着很有韵味，很有感觉，真的相当有感觉。这个集市呢，从我们刚刚下面开始拍着上来的地方到这里，长达应该快1公里吧。今天是天气不好。这2天连续降暴雨过后啊，没有什么人。平时他们人多的时候，哇，这里人山人海啊！我现在呢，就再去逛逛，看买点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等那个火车过来，因为它是随时就要过来。哎，这个鸡蛋，这个编的好别致啊！一打多少钱啊？哇塞，他们这边的这种土豆也很好吃哦。哇，你这个也是土鸡了？好多钱斤啊？25。这个羽毛好漂亮啊，真的。这是母鸡，这是公鸡啊。哎，卖的这个是啥？玉米啊？哎，不，糯米，不好意思。有这么多种颜色，1种、2种、3种、4种、5种。哎，姐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这个糯米怎么卖的？称斤数的话，那个新鲜是8块钱一斤。8块钱一斤啊？还有多少啊？哦，这个卖完了，还有点了，可能就是1斤多吧。我帮你全买了吧？谁买了呀？啊，对呀，我帮你全买了。那买了我就送他回家了。你是什么民族啊，姐姐？我是壮族。壮族啊？哦，你帮我称呗，我把这点称了。给你打包吧。嘿，包还是用袋子。叶子啊，叶子包有特色，嘿嘿。这个是什么染的呀？现在就是只有2个颜色了，你啊嫌弃吗？你不嫌弃吧？只有2种颜色了。被他们买完了，你来早一点嘛，是吧？别人买的是5色糯米，我买的是2色糯米。OK， 可以，好。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染出来的吗？啊，这5种颜色，这个是用试吃的吗，姐姐？这个是样品。我挑一点，我尝尝呢。啊，我一个颜色放1层嘛，它混在一起它又不好看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嘿。这个红色还是好吃又好看。红色的话意味着我们生活热情，寓意还是比较好啊。然后你们男士的话吃这个黄色呢也比较阳光。哦，还有这么多种寓意啊！它有一层寓意在里边，所以这2个颜色非常适合你们2位帅哥哈。植物染的吧？这是植物，这个就是染这个红色的。哦，就是用这个染成红色的。然后这个是黄色的。这个是什么草啊？红饭草。红饭草。哦，红饭草。哎，姐姐，我问你一下呢，
今天这个火车还会来吗？我都等到9点多钟了。听说河口下暴雨，可能就是不会来了。河口下暴雨不会来了。啊！我大老远就是来看这个的，结果不来了。啊！很早起来，昨天晚上我就赶到这儿来，中途还下大暴雨，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没想到这火车不来了，还有好多游客啊，他们到这儿来等，他们还不知道。当我听到火车因为天气原因停运了，我心都凉了一大截儿。为此提前1天跑到镇上来，就专程拍摄火车经过的镜头。结果它不来了。不过呢，接下来这位卖5色糯米的姐姐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怕不止1斤哦。称一下看嘛，多少点没吃。谢谢。你是附近村子里面吗，姐姐？哎，是的。离这里远不远啊？20分钟左右的路程。我给你买完了，我可以跟着你去你家里面做客吗？会不会嫌弃我们是乡村啊，小乡村啊？哎呀，你说这些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我是贵州遵义那边村子里面的。哦。有多少啊？卤水皮有2斤。2斤。2斤吧。OK， 我撒给你，来，姐姐，啊，谢谢谢谢。你这会儿收摊就要回去了？差不多回去了吧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跟着你去你们那里逛逛可以吗？去看一下嘛。啊，你们那个村就是壮族村子？是壮族。这个。你买点那个嘛？哎，没有了。被我买完了。我们有好几个人哦。有几个？有4个人。你们3个加一个司机。啊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村还是有点大的，只是说有点远嘛，20多分钟路程，你们嫌不嫌弃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跟着你过去逛逛。看一下嘛，去看一下我们村。你们还在等火车呀？今天没有。你们知道了？我早就给人家上面打过电话了。哈哈哈，上边有人。好。啊，我现在跟着。啊？是小白吧？啊，对呀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我今天跟着这位姐姐去他们那里逛一逛啊，嘿嘿。所谓有失必有得，你看我赶个集都能遇到我的有缘人。其实我也只是嘴上说说，没想到阿姐如此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。这不正好火车没来吗？我也不用在这儿傻等了。虽然没有饱眼福，但接下来我却饱了个口福。走之前我得把这个带上，去姐姐家里面做客，把这个弄来吃了啊。2袋都是吗？50块钱？不是，是称斤，50一斤，几升的？帮我称一下多少79。79哈。79元。是会有点热。对，就是有点闷热，有点像在四川盆地、重庆那边。我现在开着车啊，跟在那个姐姐的身后。今天没想到就这么轻松啊，应该是有饭吃的。既然都让我去他们村子里面逛逛，这会儿阳光出来了，说明啊，今天肯定有好事发生。但就是有点闷热，这边有点受不了。这边的风景挺美的，它这个森林覆盖率非常之高。听说这边是氧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下车了啊！外面像蒸桑拿一样啊，好热！哇塞，你看一下，好多芒果啊！哦，这个就是你们村哦。这是我们是壮族村。啊。你们要不要上厕所啊？不用。这边有个公厕。还有一个公厕啊。这里好多芒果呀！哇塞。下个月就可以啊。哦，好多芒果。哎，那个是啥？菠萝蜜吗？那个是菠萝蜜。哦，那个。你们这边特产就是水果。芒果、菠萝蜜，还有香蕉，有地菠萝。菠萝蜜可以吃了吗？下个月。啊，来早了。来早一点。这个不是广菜吧？这个是广义嘛。广义。广义感嘛。就是广菜。就是广菜了。哦，你们这边也吃？吃啊。哎，这个又是啥呀？天王老子来了，它也是芒果啊，好多植物啊。云南就是植物王国。来到阿姐的村子啊，让我更是羡慕云南人的生活。这唾手可得各种各样的水果，这漫山遍野都是丰富的植被。生活在这样的小山村里啊，真的是很有幸福感。娶一个云南老婆，嫁到云南来，芒果自由实现。玩一下，做玩一下。叔叔你好，来你们家做客了我。好。哇塞，他们这个院子太爽了吧，蓝天白云的。你看这个芒果，看着就清口水都掉出来了。这个来到这里随便吃啊，兄弟姐妹们。奶奶好。哇塞，你们看这个菠萝蜜哦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很好奇，就是我操，这个是蜗牛还是啥？哦，不对，鹅牛没有壳。咱们看一下这个菠萝蜜，长得好多丁丁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热带很多水果
它有这种丁丁，包括荔枝，它都有这种坚硬的外壳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请回答。是野菜了，是你这些随便吃点的吗？哎呦，随便已经很丰盛了。你看大哥还做了这么多肉，这不叫随便了。这个我没买贵吧？你买几块？我买成70多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哦。孩子们呢？我的孩子上学去了，初中啊。小的那个初2，大的那个现在在昆明，在那里实习了，大学要毕业了。看不出来哎，孩子都这么大。哇塞，这个鱼怎么感觉像鲨鱼啊？哎，这个嘴巴呢？这个鱼的嘴巴呢？嘴巴没张开。哦。是不是辣椒？辣椒也吃，只是吃的少。看你们口味喽。嗯，你们这边有没有菌子啊？还没有少部分。所以并不是云南哪里都有菌子哦。还要看海拔。这里的海拔有多少？400左右。那挺矮的哦。400左右。嗯，很多人一提到云南就以为云南哪里都有菌子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菌子像在文山、红河都有，在楚雄啊等等很多地方都有，但是它每个地方的菌子出的时间早晚不一样，而且品种啊也不一样的，有的地方要更多一些。最有意思的是楚雄的那里的菌子的品种什么都有。哇塞，小火慢炸，你们的厨艺应该很好哦。当厨师了啊，那不一定啊，你每个周一都会去啊？集市上？要看时间，如果说家里面不忙的话，我们就不去卖。好，我看好多游客，肯定有人看了我们的视频，肯定会来买你的糯米饭的。糯米饭的话，一次你要做多少斤？正常的话，如果说是星期一赶集嘛，这种我们就是蒸的，就20多斤。如果说平时像我们做这个干货的话呢，就是一包一包压针筒那种，一次的话要200-300斤。200-300斤。一天嘛，你那个原料它不浪费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我来试啊。我尝尝哥的厨艺。嗯，够了，刚刚好。刚刚好。嗯，炒得好香，这个辣椒香，这个鱼也炸起来了。可以了，这个够不够香？如果不够香，还可以煎一下。哦，我尝尝。哦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兄弟姐妹们，好吃到转圈圈啊！你们知道吗？嗯。哇塞，这么多菜，今天又有口福啦！这个是番茄，小番茄，哇，我超爱这个，哇，太香了。坐吧，哥，坐嘛，你还害羞上了，来，不喜欢上镜头，来嘛，美食评鉴时间，现在到了。这个是那个臭菜炒蛋，尝尝。说起来叫臭菜啊，但是吃起来很香。这个，这个它只有这个季节才有吗？平时有点少，这段时间要多一点。这段时间多一点。哇，还有鸡，这个是凉鸡啊。你们这边的特色了？白河凉鸡嘛。白河凉鸡。这个是灵魂。哦，这个是灵魂。我们在那个文山也吃过凉鸡。看一下口味有什么不一样。他们是那个柠檬做的，你们这个2种口味不一样的，我一吃就吃出来了，这应该是土鸡哦。叔叔很害羞啊，哎哥，哎呀，我这个嘴巴老把自己当小孩子。五色糯米饭，我知道这个怎么吃法。来，兄弟姐妹们，配上丑菜炒蛋，这个手我洗过的啊，加一个小鱼，再加一点番茄酱进去。他们这个番茄不一样的哦，是那种毛辣果，小小的。我发现云南人真会搞生活、搞日子。这个蘸酱是灵魂，姐姐，你做的吗？还是哥做的？这个他做的。他做的。他是咱们家的厨师了。你们家的厨师，这个就真的太香了，这个灵魂辣椒啊，这个小鱼真的太绝了。这个丑菜炒蛋真的。第一回吃，没想到这么好吃。臭菜学名雨夜金合欢，闻起来是臭臭的，植物界中的臭豆腐，用来炒蛋是云南一贯的吃法，入口十分鲜香，没有一点臭味儿。还有这五色糯米，很多人的印象啊，觉得这染得五颜六色的，吃起来不健康，这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可是天然的植物原料染的颜色，十分健康卫生。而且每一种颜色啊，吃起来的味道也略微不同。确实，这边有点热。今天还算凉了。今天还算凉快的了。早上是下雨啊。不下雨的话，你敢不敢坐在这里？
就跟吃火锅一样。在重庆，露天爸爸吃火锅，你穿衣服根本不行，光着董子吃啊。这个糯米，我找姐姐买的是2色的，来她家吃上了5色的了，得蘸点辣椒，再加点番茄。你们以前不这样吃吗？把各种各样的菜拌在这个糯米饭里面。我们是就是泡一个汤这种，哦，就很香嘛，就这样吃了。你们都在客气吗？我就不客气了。叫什么鱼来着？这个？你看像不像棍子啊？这个鱼。棍子鱼。再搞一块这个凉鸡，非常喜欢吃这个鸡翅。哇塞，这个蘸酱太灵魂了。吃点这个解解腻。有游客跟着那个轨道来到了他们这个村子，姐姐去招呼他们吃饭啊。那把人还没走啊？哎呀，老人呢？你拍一个，我给你。老人家多少岁了？74了。74。那我到底是叫他奶奶合适呢，还是叫他阿姨合适？哎呀，这可以吗？我叫你叫姐姐，那不乱了辈分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和哥哥太年轻了，比你们老好多。哟，哪有老好多？你说这些，我给你们拍一张嘛，我可以洗出来送给你们。哎呀，老人呢？老人不拍吗？没弄野的我呢？没弄野的干嘛？他反正不用来吃，关灯去了。好吧。啊，谢谢你的心意。好吧，怎么说都得给叔叔阿姨呀拿点红包啊，不然一点话都不像啊，是个意思。我就给他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姐姐肯定是不会收我的，而且我车上没有带什么礼品，没有买啊。下一次再来，感谢。走了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跟哥说一声啊。好的。好，拜拜，下次再来。咱们去这个集市，虽然没有见到火车，但是呢，遇到了咱们的有缘人，还是很值的。吃上了这么多美食，云南人真的太会搞生活了啊！到这边又有想法搞民宿了，以后想在这儿定居了。虽然没能亲眼目睹火车经过集市的画面，但有幸结识了这位热情的壮族阿姐，因为她让我了解到祖国边境原来还生活着如此可爱的人们，是他们用双手打造出了诗歌般的家园，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我们的乡村正在变得更好。